中印双方相继在边境加勒万河谷展示国旗，中印边境对峙局面如何？中印边境的历史遗留问题。新年伊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2021年10月23号签署中国主席令第99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也在2022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据悉，此项法案的公布是为了规范和加强陆地国界工作，保障陆地国界以及边境的安全稳定，促进中国与陆地邻国睦邻友好和交流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根据宪法而制定的法律，在这新年的第一天，中国的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展示了一面曾在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5星红旗，并在这面国旗前庄严宣誓，再度宣示了中国对于该地区无可争议的主权。随后，中国媒体《环球日报》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中国解放军的宣誓视频，并配文：2022年1月1号，在中印边境附近的加勒万河谷，在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字样下，中国解放军士兵向中国人民致以新年祝福。本是中国解放军在新的一年里宣誓守护国家领土的坚定信念和对中国人民新年祝福的美好画面，却被现任印度反对党国民大会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称之为入侵，并敦促莫迪政府作出回应。2022年1月2号，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我们的三色旗在加勒万河谷很好看，应该对中国做出回应。”莫迪打破沉默。很显然，拉胡尔对于中国的态度十分强硬，毕竟其是甘地家族新一代人物。拉胡尔的父亲是拉吉夫·甘地，也就是上一任的印度总理。甘地家族对于印度国大党的重要意义，就如同肯尼迪家族之于美国民主党。甘地家族第一代人物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而其父亲就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尼赫鲁一直致力于争取印度的民族独立，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起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奠定了中印关系的基础。同时，尼赫鲁还是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的倡导者之一，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斗争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很可惜，甘地家族也被称之为死亡追逐的家族。英迪拉和儿子拉吉夫先后被暗杀，而拉吉夫的弟弟桑贾伊在飞机失事中遇难。作为甘地家族的长子，拉胡尔像他的祖辈父辈一样，开始投身于印度的政坛，但在与人民党领导人莫迪在竞选总理中失败。所以在此次事件中，国大党领导人等反对派和一些印媒各种暗示或指责中国挑衅入侵，同时把矛头指向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批评莫迪政府对华投降。随后1月4号，印度媒体《印度斯坦时报》和新德里电视台就报道了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展示国旗。同日，印度现任司法部长基伦·里吉珠在社交平台上证实了这一新闻，并发出了一组照片。照片中有20多名印度军人，2人举着国旗，其他人以荷枪的状态站立或者蹲着。基伦还强调，这组照片是印度军队在元旦假期于加勒万河谷地区拍摄的，这无疑是针对中国解放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对国旗宣誓的找补。面对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对中国的恶意解读污蔑，加之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荷枪拍照，让刚有缓和起色的中印边境关系再一次恶化。就在2022年新年的第一天，中国军队和印度军队的士兵们还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的10个地点，包括拉达克地区东部的2国摩擦点，为庆祝新年的到来，相互致以了新年祝福，并且交换了糖果。这使得中印边境关系出现了积极信号。印度媒体也发文表示，此举动是2国边境争端地区挥之不去的温暖姿态。2国军队这一举动可以被看作是双方想要缓解长达20个月边境对峙局面的表现。但这一举动如今被曲解成是莫迪政府的对华软弱，认为有关于中印边境的问题还是需要军事化的解决。事实上，中印边境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这中间存在了太多与中印2国有着近2000公里的漫长边界和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纠纷，涉及西段、中段和东段3个部分。1962年爆发了边境战争，这场维持了1个月之久的战争在国际上掀起了巨大的舆论。
根据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同年的一篇对外讲话中介绍说，从亚非范围、西欧范围来说，有33个国家是支持中国或者同情中国或者中立的，公开支持印度的有50多个国家，33对50，包括西方国家，所以中国并不孤立。这段话可以很好地看出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处于冷战阶段，但都意外地同时支持印度，并向印度提供武器、物资援助以及国际舆论的支持，并一同谴责中国入侵印度的战争行为，还强硬地指出是中国事先发起战争攻击印度。中印边境关系的主要因素有2条线，分别为东部的麦克马洪线和西部的约翰逊线。东部的麦克马洪线就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导火线，这条线是1936年由英国探险家为印度测量时，于英属印度和西藏边境画的一条分界线。其走向起自不丹和西藏交界处，共分为2段，一段是藏南地区段，侵占了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一段是缅甸段，主要涉及江心坡、野人山等地区。这条界限是英国在中国西南边界进行殖民扩张的产物。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总理周恩来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当局强加给印度和中国人民的。两国边境怎么定，需要再研究、再讨论、再签协议。麦克马洪线，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的。这不仅仅在于领土问题，而另一条线约翰逊线，虽然只是画在地图上，从来没有实现，但也表现了印度向北扩张的决心。1856年，英属印度测量局官员威廉·约翰逊经拉达克进入阿克塞钦，绘制了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将阿克塞钦3万平方公里划进了英属印度，成为了克什米尔的一部分。但当时中国正处于清政府时期，时局动荡，自顾不暇，这2条历史界限也就成为了印度与中国一直以来的边境问题。目前，中国是印度第1大贸易伙伴，而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1933年起，两国签署了多个协定以维护地区和平，但一直以来仍然爆发对峙和冲突。